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侯明昊陷民国催眠鬼局，3级破疑案心跳炸裂高能，胆小者进入。嘿，各位看官，最近有没有被一部民国惊悚 VR 给吓到？啥？你没听说过？那可就 OUT 了。想象一下，你能钻进别人的脑子里，体验一把《盗梦空间》加《楚门的世界》，刺激不刺激？反正我这种怂包，光是想想都觉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。今天要说的这部剧，就是号称民国版脑内探险的《新宅猎人》。故事发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民国，主角江硕，一个自带入梦金手指的男人，简直就是新宅一日游的导游。他能潜入别人的内心世界，改变现实，这要是放在现在，估计心理医生都要失业了。剧情一开始就给你来个泰坦尼克号式沉没，江硕他失忆了。更惨的是，他还成了连环杀人案的头号嫌疑犯。你说这年头当个主角容易吗？没点身世之谜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更邪门的是，3个买了江硕老房子的倒霉蛋，接二连三的见了阎王，这简直是凶宅体验师的血泪史。警察叔叔也不是吃干饭的，二话不说就把江硕关进了小黑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人家主角光环护体，直接上演了一出越狱风云。就在江硕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命运让他遇到了心理医生秦一恒。这位秦医生也不是啥善茬，他爹离奇失踪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江硕。这俩人，一个要洗刷冤屈，一个要寻找老爹，简直是不是冤家不聚头的民国版。再加上一位飒气十足的军阀千金袁慕清，这铁三角一合体，民国的天都要抖3抖。为了找到唯一的线索六指，这3位勇闯猛鬼屋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凶宅，简直是凶宅界的珠穆朗玛峰。江硕和秦一恒为了套取对方的记忆，竟然玩起了催眠术，结果凶宅里又死人了。这剧情简直比俄罗斯套娃还套娃，编剧的脑洞估计能装下整个宇宙。江硕靠着入梦绝技，迅速锁定了木匠老张，可老张已经神志不清，看来幕后黑手是要来个死无对证。江硕和秦一恒再次潜入老张的内心世界，结果发现了一个让人泪崩的真相：老张的女儿生前被3个死者欺辱，最终含恨离世。老张为了给女儿报仇雪恨，才成了黑衣人的棋子。这个黑衣人表面上是替天行道，实际上是个幕后大 boss。他利用老张的一时攻击江硕和秦一恒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心理医生秦一恒化身知心哥哥，成功劝退了老张。老张最终选择放下仇恨，陪伴在女儿身边。然而，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梦境大乱斗，他们还是没能揪出六指的真面目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他们发现所有的案件看似毫无关联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六指的力量也在不断膨胀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六指竟然是江硕的第2人格。这剧情简直是人格分裂版的碟中谍。六指不断诱惑江硕走向万劫不复。江硕究竟能不能战胜心魔，还是会被邪恶的第2人格吞噬？这简直是对楚门的世界的终极拷问。你到底是自己人生的主人，还是被操控的玩偶？饰演江硕的侯明昊，这次算是彻底放飞自我了。不仅大胆尝试了女装造型，承包了剧中的大部分笑点，还在演技上有了质的飞跃。说起侯明昊，就不得不提一下他当年在《花儿与少年》中的表现。他在节目里的一些举动，让不少网友直呼幻灭。这次出演《新宅猎人》，对他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翻身机会。他能不能凭借这部剧成功逆袭，就看他能不能拿出真本事了。平心而论，《新宅猎人》的题材确实够新颖，把悬疑、奇幻、
爱情等元素一股脑地塞进了一部剧里。但说实话，剧情衔接上还是有点小瑕疵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剧情进展太快，人物关系有点乱，需要暂停一下才能理清头绪。总的来说，《新宅猎人》绝对是一部值得一看的悬疑剧。如果你是悬疑剧爱好者，喜欢烧脑剧情、奇幻设定，并且对入梦这个概念充满好奇，那么这部剧一定能让你大呼过瘾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你敢不敢进入别人的新宅？如果给你这个机会，你最想干什么？是偷窥别人的秘密，还是改变别人的命运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咱们一起聊聊，看看谁的脑洞更大。